也许很多人都有自欺心理，比如明明很喜欢一个人，很喜欢一件事，却非要对外宣称不喜欢。这里的原因很复杂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为了不再受伤害。正如少商和凌不疑所说，少商为了证明自己和凌不疑已经没有关系，还特意办了一场宴席，想撮合凌不疑和洛启通，同时也想证明他和凌不疑彼此已经放下。而凌不疑呢，才回都城就被皇帝要求当袁善介的面说出对少商的感情。凌不疑当着所有人的面祝福袁善介和少商，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彻底放下。可事实是什么？事实是，无论你在心里欺骗自己多少次，当看见那个你以为你已经不在乎的人时，你的眼睛，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会被激活，他们会把你空虚麻木的躯壳重新点燃。无论凌不疑的祝福有多真诚，当少商一次次重新出现在他面前，当曾经的记忆被一点点点燃，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。他把袁善介和少商拉上了马车，而正好路过的五皇子看到这三角关系，好奇心瞬间被激起，死皮赖脸地跟着上了马车。少商，你与袁慎退婚吧，然后嫁给我。凌不疑凝视着少商，诚恳地说道。凌不疑做事就是这么霸道，只要认准了，就不会惧怕任何的阻碍。五皇子用五彩羽扇遮住下半张脸，露出两只兴奋期待的眼睛。袁慎震惊过后勃然大怒：霍不疑，你欺人太甚，竟然敢当着他的面叫他的未婚妻退婚，这和强盗有什么区别？也太不把他袁善见把胶东袁氏放在眼里了。凌不疑自动忽略了袁善见已经喷火的目光，语调自然：此言纯自肺腑，少商，你再好好想想。自从认识了少商，袁善见的人生经常被颠覆，而他的人生也变得千姿百态，什么奇葩的事情都能遇见。就比如现在的抢亲。可他袁善见也并非无能之辈，文能斗嘴，武能拿剑，一点儿也不输他凌不疑，要挑战随时奉陪。最兴奋的莫过五皇子。袁世忠精通六艺，我曾见过他在演武场参与骑射教练，甚是了得。你们真打起来，未必……五皇子没有说完，但他眼里的期待藏都藏不住。这么优秀的两个男人，要是真为了一个女人打起来，不知有多精彩。殿下住嘴吧，你真是唯恐天下不乱，当心有兴致看戏，没腿去翻地。少商忍不住对五皇子吼道：想看我笑话，小心你这个刚刚被封了藩地的五皇子被我打断腿。五皇子想想也来气，这5年来自己莫名其妙地挨了程少商多少打，他从来不把他这个五皇子放在眼里。今天他要和凌不疑好好的告一下状。十一郎，你知道吗？程少商他曾经向东海王求过亲，他让长兄娶她，怎样？十一郎，你没想到吧？程少商他居然会做出此等事情来，简直天下奇闻。五皇子洋洋得意，程少商可是有把柄在他手里。只见袁善见脸色一沉，凌不疑面不改色，少商无语，只能用手扶额，算你狠。少商并不是因为喜欢东海王才去向他求亲，而是那时的宣皇后身体每况日下，他说他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少商结婚。可那时的袁善见还和蔡家不清不楚，少商没有办法，只能自己给自己找郎婿了。可谁知东海王直接被少商吓跑了，还因此摔了一跤，磕破了头。这事被皇帝知道后，少商还被笑了很久，没想到这货竟然拿出来讲。袁善见是知道这事的，少商早就向他坦白过，所以并不惊讶。而五皇子还是低估了凌不疑对少商的了解。凌不疑眼睛都不用转一下，他就能猜出少商这样做的原因，所以凌不疑神情冷静，并没有半分吃惊和羞恼。可他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其余3人惊讶不已。吴殿下，隔了多久少商又向你求亲了？这句话不亚于平地一声惊雷，原著是这样描写的：啪嗒一声，五皇子的羽扇重重掉落，3人齐齐心惊。不过各有不同，袁善见是毫无防备的大吃一惊，少商和五皇子则是他怎么知道？我谁也没说啊。五皇子心里发慌，强笑道：这是怎么说的？
十一郎说笑了哈。凌不疑静静地看着他，袁慎气急败坏地把躲在他身后的女孩拉出来。你真的这么干了？见未婚妻一脸讨好傻笑，形同默认，袁慎闲下一口气上不来。自从和少商定亲，他的人生简直日日精彩。袁善见此时恨不得罚未婚妻先背50遍荀子的劝学，再抄100遍杨雄法言。而凌不疑更想知道五皇子的答案。少商敢求亲，你五皇子敢答应吗？凌不疑伸手搭在五皇子肩上，五指微微用力，五皇子立马如中箭的豪猪般叫起来：程少商是什么人？我难道不知道？真娶了他，本王都不知道能活多久。哎呦，你别捏别捏，好好，是我有眼不识金镶玉。程少商曾和你定过亲，你我又一道长大，我怎能娶她？这答案凌不疑满意了，他放开了五皇子。五皇子立刻捡起自己的五彩羽扇，溜着大旗。凌不疑的好戏果然不好看，小时候被他修理得够呛，现在肯定是时隔太久都忘了他的手段了，才想着要来吃他的瓜，差点没吃出惨案来。凌不疑做的决定从不反悔，今天他既然决定要把少商抢回来，那就绝对不会放手。今天只是开始，先给所有的当事人打个预防针而已。袁善见的苦日子就要来了。